Hello，大家好，我是 Daniel，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 GA4 预测受众。GA4 预测受众是谷歌分析中的一个功能，它使用机器技术来预测用户的未来行为。通过这个功能，你可以创建基于预测指标的受众群体。这些预测指标是根据用户的历史行为数据，通过算法模型预测出来的未来行为的一些概率。例如，你可以创建一个未来7天内可能会购买的受众，这些受众的话会在接下来7天就可能比较大的概率完成购买的一些用户。那我们今天的内容主要有4个，一个是 GA4 可以预测哪些受众，第二是如何使用 GA4 预测功能，第三，怎么使用 GA4 预测受众，第四，预测受众的一些运用场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GA4 可以预测哪些受众呢？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3个术语。第一的话是购买概率。购买概率指的是过去28天内活跃的用户在未来7天内可能会产生购买的概率。这个指标呢是可以帮我们识别哪些用户在短期内可能完成购买的用户。第二个是流失率。流失率指的是在过去7天内访问你的网站或者你的应用的一些活跃用户在接下来7天内可能不再访问你的网站或者你的应用的一些用户。那这个指标就是用来衡量我们即将要流失的用户。第三个是预测收入，这个是指过去28天内活跃的用户在未来28天内可能会产生收入的一些用户。那我们了解完了3个指标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GA4 它可以预测哪些受众呢？那目前 GA4 可以预测有5种受众，这个是 GA4 里面可以提供给我们的一些受众，包括7天内可能完成购买的用户。第二是7天内可能第一次完成购买的用户，就是说这是我们新完成购买的一个用户。第三的话是7天内可能会流失的用户第四的话是在28天内就是产生转化价值最多的用户。那第5个的话就是说7天内可能会流失的用户。那目前 GA4 它是有提供这5个受众预测受众给我们使用的。对，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去使用这些预测受众的功能呢？那我们前面看到这里的话我们看到这里如果是有出现绿色的字 ready to use， 那么我们就是可以去使用这些受众。如果是这种红色的字的话 not eligible to use， 那就是我们目前还没有符合这个条件去使用这些预测受众。那怎么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条件呢？其实它会有几个要求。第一的话就是数量跟质量的一个要求。数量的话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正面，比如说已经完成购买，和负面就是说没有完成购买的用户行为的数据，以便机器学习去建立这些模型。比如说在过去28天内，某个连续7天内至少有1000名用户触发了相关的预测条件，比如说购买或者流失。那同时至少也要有1000名用户是没有触发这些条件的。所以说这个条件它其实还是比较严格的。那这个是一个数量的限制的它的一个最低要求。
那第二的话，它这个模型它的质量是需要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稳定，它才能有效的使用这些指标。那如果说我这个数据它是非常不稳定的，那它可能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去使用的，因为它机器学习它可能需要比较稳定，而且需要有一个数量的限制，我们才能够完成这些用户的预测。那还有的话，那就是我们的一些谷歌分析账户的正确配置这些肯定是需要的。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隐私政策是否合规，这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使用这些预测受众它的要求。对，其实我们不需要去计算这些要求，因为等我们满足条件之后呢，系统它其实会有提示，就是刚刚说到的一些出现绿色字的一些提示，我们就可以去使用。那我们怎么去使用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满足了这些条件，那我怎样才能用到这些预测受众呢？那其实很简单，创建预测受众的话，跟我们创建其他受众是一样的。我们只需要通过 admit data display audiences new audience， 然后我们就会来到这个界面，就是跟我们创建其他受众是一样的。那我们来到这个界面之后呢，我们就会用这个 use a reference， 那我们就会用它的模板。那其中的话，我们选择这个 predicted， 这是我们预测受众它的一个创建，就是在这里。那我们刚刚也有说到，如果我们可以使用满足这个条件的话，那它会出现一个绿色的字的提示。那我们如果要创建的话，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受众，它就会跳到我们的一个受众设置。那比如说我随便点了一个过去就是说未来28天内可能产生最大购买价值的一些用户。那我进来这里之后呢，它其实会有默认的设置，它已经给我们默认设置好了。那我们其实只是需要在这里命名一下，然后保存就可以用了。当然我们是如果有特定需求，我们是可以自定义的。那比如说我可以想改变一下它的那个预测它的一个条件，那我们可以点击，我们看到这里这里有个蓝色的字，我们点击进去之后呢，它是可以调节那个比例的。那我们就会在这里去配置我们的一个预测条件，比如说我们需要它的准确度是达到多少多少，我们都可以在这里设置。那这里的话会有一个图例，我们可以看这里的一个我们可能会达成的一个可能性是多少，那我们就会看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图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在这里设置的，对，就是非常简单。那我们最后的话来说一下GA4 预测受众它的一些运用场景吧。那就是说 GA4 预测受众我们可以运用到哪些地方呢？那我这里其实有举了几个例子吧。第一的话就是可以提高我们网站的一个转化率。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预测受众来识别未来7天内可能会产生购买的一些用户。那我们可以针对这些用户做一些定制的促销活动或者优惠券，以增加用户他购买的可能性。那比如说我想要减少用户的流失率，那我可以识别未来7天内可能会流失用户，那我会针对这些用户他去重新制定一些策略，然后比如说发一些提醒他还没有完成购买在购物车的一些产品的一些邮件，或者说特别的一些折扣给到他们。那还有说，比如说我想说去优化我们的一个应用它的推广，那比如说我就可以识别在未来7天内可能第一次会购买的一些新用户，那我可以去引导这些用户去完成我的一个购买，或者说介绍我这个应用它的一些核心功能和优势。那比如说那我想提高广告它的一个投放效率的话，那我可以怎样呢？那我可以识别未来28天内可能消费最多的一些用户，
那我可以针对这一部分用户，他的预算就可以提高，那我们最终其实得出来的 ROI 可能就会更高。那还有的话，比如说我想提高用户他的一个忠诚度，那我可能会去分析可能会流失的用户，但是之前有购买的一些用户，那我可能可以对这些用户提供一些专属的一些奖励，或者说一些专属的服务之类的，就提高他们对我们品牌的一个忠诚度。对，那我通过这些例子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预测受众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精准的定位我们的一些用户，以及针对这些用户做一些我们有针对性的策略，去提高我们的效果。好，那今天介绍关于 GA4 预测受众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